阵容做的到底是更倾向于下半图，还是更倾向于上半图上了？来，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局的比赛，蓝色方是北京微博，红色方是成都 AG 超玩会 ，AG 依旧是恐怖如斯的红方胜率啊。微博一上来，在蓝色方的1楼先把镜给 ban 掉了，然后 B 班鲁班纳斯，鲁班纳斯 ban 完之后，微博再把凯一 ban。 再把卡开 ，AG 这边是搬沈梦溪，搬沈梦溪的话，那有可能微博的一手就是在公孙离、空空儿、邵思源、戈亚这一系列英雄全在的情况下，直接先拿下公孙离，然后看 AG 这边怎么选，自己再做后面的选择，是拿哪个游走。这2个选手的话，小麦的这个赛季的戈亚只拿过1次，但是一诺的戈亚拿了5次，赢了4次，而公孙离的话是小麦的这个赛季使用次数最多的射手了，所以他一上来把公孙离给抢掉，这也没有什么问题，而更何况对面是一诺嘛。 那微博拿了公孙离之后 ，AG 这边的话就要看他是乾坤倒转，空空儿抢不抢，直接抢空空儿，那看他搭配是拿戈亚还是拿仓。如果对面是公孙离的话，主要是你还是要去思考一下对面有可能会出什么辅助，然后并且你在这局比赛你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一诺更多的可能是他在中后期为队伍兜底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选择仓的概率比较大。主要是这把凯被搬了，然后微博又拿了公孙离，拿了公孙离之后，仓和戈亚都能做选择，主要是没凯，拿了空空儿。之后，微博他就选不了邵思源，微博选不了邵思源，他就只能用苏烈去打这个空空儿，然后用夏洛特去切仓。其实，在阵容上面，后2手这边做的是比较 counter AG 的下路双人组的一个选择，但自己的发育路这把应该会通过一手换线去规避跟仓的一个对线。这也是微博老林教练他在第一选上用公孙离勾出了 AG 的下路双人组，对，勾你这2手，然后我后2手去做一手针对。对，然后勾出来之后呢，反手这2手做得很漂亮。而 AG 的话，在第3楼的选择上只是拿出了曹操去跟夏洛特做对位，同时在团战层面可以顾及公孙离。是的，也是一个比较好去切对面射手的边路，都是切边。然后紧接着在班位上的话 ，AG 的处理他们可能要看打野了，对，就要处理打野了，因为双方打野都没出，但 AG 这边是红色方，他在全班打野的情况下，微博如果也班打野，那 AG 会在4楼，他可以优先选一个打野出来，先把一个好用的直接拿下。宫本武藏是独立英雄池啊，这个英雄的话是极大程度限制中艺的高胜率大司命的，所以这个英雄直接给他送上班位。因为中艺大司命是8战8胜了，对，而且暖阳的话，这个赛季用宫本的画面非常足，是在这个赛季少有的选择宫本这个英雄并打出很多画面的选手。没错，而微博的话，在第3手的班位是搬掉了小乔，这个英雄也是限制对方是自己家的这个公孙离的，然后同时也是限制自己家这个苏烈开团的。小乔加空空儿加大司命这个组合在中野府的碰撞上4级的一波伤害是非常足的，是可以秒人的。空空儿带晕眩先手，小乔2技能稳重。然后海诺搬掉了，对，看你这 AG 这边搬了手海诺，感觉要拿阿古朵，微博直接把阿古朵给搬了。对，而其实海诺的话呀，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自己的前2手其实都是多目标单位，所以也是海诺比较好发挥的。然后最后一手的话，则是女娲了。搬女娲有可能想在中路位置上拿一手真机，然后在打野位上也是的，想要大司命。还有就是听月的女娲，11战10胜。是的，也是有点针对的意思。对，北京微博的最后一班，海月。海月盯防夏洛特，太好用了。然后看 AG 先出什么？杨戬把中路藏到了最后。中路藏最后的话，沈梦溪没了，有可能是火舞。看看微博他这里，如果拿谭野的话，那 AG 就是真机。会有人选择真机，微博选择直接把真机拿掉，因为你这边是一个前排野，杨戬嘛，对。然后自己拿真机的情况下，圆台比较好出。如果你把真机放给对面，我这圆台也比较难受。来看 AG 了。AG 这个阵容的开团任务全部都在辅助一个人身上啊，要选嬴政。我刚刚在想西施去 counter 一下这手圆坦，双前排有点难 counter。因为微博它是又有苏烈又有圆坦，就如果你上去拉的话，拉到圆坦的苏烈可以过来等你拆火。是的。最后选了一手嬴政，一个大长手，来过来跟对面争夺中线权，拿中线权，然后稳定的保证自己在中后期团战打拉扯的时候有一个长手
法师可以去打微博的消耗状态，因为微博阵容没续航。但是老实讲啊 ，AG 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不是很固定打线上的一个队伍，它是一个比较就线权飘忽的队伍，比较喜欢打换线。那微博这套阵容他拿出来之后，放在 AG 的面前，如果 AG 自己去打微博这套阵容的话，他一定会去做一些换线的策略。微博这把这个阵容的话，它是有多种换线方式的。他要么公孙离直接走对抗路，对，夏洛特走下，对，像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公孙离直接走中，把真机放在下路，对，然后公孙离再灵活去应对一下，看看 AG 的一个分线情况。这是第一层，对，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啊。我感觉 AG 这个阵容的话，他首先应该会稳定的去保证伊诺走到发育路上去拿红隼，没错，直接把这个资源给吃了。就是你既然下路已经做了一个仓打公孙离的这个对位，所以我一定在我目前能够90%拿到的资源这一块，我是不会放的。是的，我不能因为我追你的过程当中，以至于让我丢掉了我原本能够稳定拿到手的资源。这个他可以稳定的拿完之后，在追线这一块的话，两个队伍去看自己在局内的灵性了。对，然后就看这个1分钟的空间之灵，这个空间之灵刷新的时候，双方的一个想法了。如果是公孙离一直在中线这边中上走的话，这个空间之灵微博是有大概率可以控下来的。对，就毕竟北京微博他们这套阵容，前期啊，苏烈加元坦这两个身板太硬了。就在换血上的话，因为你的辅助是个空空儿嘛。是的。当前版本的话，空空儿在正式服调整的那个还没有在比赛服上线啊，今天在正式服调整的。我们的比赛服目前更新的是上一次小版本的更新，8月6号男子。对。双方的 BO5的第一局，不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会打出什么样的比分，因为目前成都一超会他们的比分是3比0、3比0、3比0。3个3比0、9比0的情况，小局在3阶段未尝一败。而北京微博的话，他们在这个阶段的第一轮，就第一场比赛，当时是被 TTG 3比0零封了之后，他们紧接着在后面和狼队打满，并且获得胜利，然后将 LGD 给零封，也是2个大场连胜，要去冲击自己的第3个大场积分，去冲击胜者组，去冲击年度总决赛的大师组。而 AG 目前已经坐稳了大师组和季后赛胜者组的位置。今天一上来选的阵容的话 ，AG 也是一个偏发育路的阵容。微博的话，它虽然说是一个偏发育路的阵容，但是它在开局的布置上面，在前期还是要稍微偏一下对抗路，让发育路尽量去帮对抗路，然后避开 AG 的发育路。没错，本场比赛是北京微博在北京主场进行，客队成都 AG 超玩会，蓝色方北京微博，红色方成都一超玩会。我是小瓶子，我是肌肉黄超。进入比赛，全军出击。AG 这个换线想要跟微博在上半途拼的，他这个空间之灵不想让微博的公孙离这么帮夏洛特去控，主要是要站住传送阵。心怀荣耀，心怀荣耀，心怀荣耀。中路第一波线权是 AG 先争到了，对 ，AG 是3人爆中，对。很果断的抢中轴，微博他这里则是真机先帮了一下打野刷野，然后公孙离和苏烈过了一个后线。对，哎呀，听月斩杀伤害没控好，被轩辕把红隼给抢掉了，还是被轩辕拿到了。轩辕其实蹲在草里，一方面是躲刚刚红隼那个击退，还有一方面就是留了一个血量给到听月过来斩。对，然后上路的话，空空儿是直接传过来，然后配合打一波撞奶，苏烈这边想打得很凶，想把银针顶回来，但是身位上不是很好。是的，自己被打到了残血，如果再打的话，可能要交被动了。夏洛特上去滑兵线，元坦也靠了过来 ，AG 3个人往回拉扯一波，然后继续让银针给个1，但上路看一下这个边路的空间之灵是比较难争了。但这一剑还想要去继续打，打出了梦溪的被动，但这一波长城被顶了回来，被暖阳拿到了1血。不会是这个赛季的打野位置1血次数最多的选手，但小麦的公孙离也深入人群，被赶来的中义帮助伊诺拿下一个头，这样在第一波的碰撞上，暖阳和伊诺都有人头进账。但在中路微博是亏了一波线，因为前面的话中义他杨戬不是第一时间上来的，暖阳是出野区之后直奔对抗路，要
打这个空间之交，而中影是先过了一波中线，然后再过来的。对，因为上路打的时间太久了，就是 就导致于微博他没有办法在拿完空间之灵之后快速传中去补那个线。他那个空间之灵拿到了之后，那个口子 AG 一直没放啊。是的，一直在拖你时间，跟你打就要把这个团给拼起来，然后中影再支援过来打后续。他3个英雄都是长手，跟微博一直保持着一个距离，让梦溪这个苏雷压根就开不到人。所以看 AG 这个经济。目前的组内实时积分情况，如果本场比赛北京微博赢下来的话，微博将会确定拿到第3个季后赛胜者组的名额。而目前的成都一商会和广州 TTG 都已经确定了这个胜者组。这场比赛如果 AG 获胜 ，AG 将会坐稳 S 组的前2。而 AG 的话，他在开局上围绕一诺这个点打，是帮一诺拿下了一个击杀，这对于一诺的发育而言是如虎添翼。对。而北京微博这边的话，就是保持着暖阳这边超高的一个一血次数。暖阳这名选手，他一血拿得多，团战经济高，对于双 C 的威胁是特别大的。就是这个赛季，一共微博38次一血，暖阳一个人为队伍拿到了15次。刚刚那是第16次一血。对，而暖阳经济高的时候，他的一些进场的角度，还有团战对于对手 C 位的一个针对全都是拉满的。在打野位，这个赛季可以说暖阳是对于对方后排杀伤力最大的一个打野。那么只要当 AG 的比赛，当微博的比赛，我们就会一定提到这2个数据：微博的一血和一血胜率，和 AG 在拿不到一血情况之下的非一血胜率。微博一血是第1。而一血胜率是排第5，是的。而 AG 非一血胜率全联盟断层第1，因为 AG 就算掉了一血，他的经济也是领先的。对。但微博拿了一血，暖阳的发育会更好，尤其是这个一血给到暖阳的时候。没错。4分钟龙团，看在左草河道已经先打了起来。而且，尤其是当暖阳拿到坦克野的时候，他的经济优势最终会补到双边身上，尤其是子墨这个点。然后子墨在整个后期团战输出能力上是排在了全联盟第1的。来看一下这一波，暖阳牢牢把龙给控住。对，梦溪是虚了个大上去，逼迫一下中艺，中艺不好靠过去，靠过去就会被苏杰给敲起来，被控了的话交城也交不出来。是的。这波 AG 的话，他其实在看龙前的准备上面，就是感觉跟微博拼起来已经不是很好去拼这个龙，所以他没有选择跟微博接团，因为一诺压根就没有选择过来了。对。然后正面只是让队友在那边看个视野，然后仓的话就稳定的在上路不断的推线，然后再等队友过来直接给到上路外塔压力。而且这一局比赛 ，AG 的这个换线不断的在让一诺和子墨对线，就这2个人在线上如果打出经济优势、经济差异的话，那就一定程度的就等于是 AG 这边一个后期的兜底点打掉了微博这边后期的兜底点。是，所以现在运着会发现 AG 的双边经济全都高于微博的双边。那没办法，渲染一直在吃发育路的钱啊，4分钟前渲染吃干抹净了。对，表面上看着好像渲染。他是换到发育路去，好像要抗压，但是他其实面对的是个真机，压根就不怕。对，甚至还通过个人细节去补刀了一些野怪的尾刀。这也是这个赛季渲染他比较厉害的地方。就刚刚来看一下这波啊，开了这个傀儡，那就不打了。就是潇洒说的自在极意功嘛，就自在极意功就自在在这个地方了。下路3洞藏仙转起来，藏上去补一波输出。下路是一个2打3啊，2打3 ，AG 反而是最终占到了血量优势。又出现了这种2打3的画面啊！这一局比赛的第2次了，从上路到下路，然后在右草的位置集火了一波中艺，中艺的站位实在太深了，最终被赶来的暖阳收掉了人头。这波动啊，想要在野区给到压力，因为下路给到压力的同时，这里野区也想同时给压力。那双线一起给压力的情况 ，AG 他的人数上是不够分配的。那微博因为下路被打退，他直接就回到野区之后进行一个防守，人一下子是急得更多。对，三仙归洞。这个红 buff 自己家的是给到了发育路，两边都是一样。这局比赛的2个击杀全部都是暖阳拿到的，但渲染发育的依旧很好啊。这个赛季渲染的输出能力在对方路排在了前3，
击杀双 C 的次数是33次，团战的开团次数总计23次，排在了第2。同时，他的场均掉点仅有0.26次。就这个数据是极其夸张的，他的这个场均掉点啊，全联盟首发边路一共18个，他排在了第5少。这手数据渲染很让人安心。对，就哪怕不管他，他也能把自己照顾好。而且他的胜败局的10分钟经济差额只有300块钱，就是我不管我是胜局还是败局，我在10分钟我都稳定保证我这个千面的经济是不会落后太多的。对的，然后在团战的时候给到对方射手痛击。是，这就会让人很安心。而子墨就是后期的威慑力很大。子墨这个选手，他就是前期你喂给他的，他在后期的团战全部打出来，然后打到对面的痛点上。看苏烈，开一波2技能顶一下，空空儿过来给一个大招，做了个3度长剑拆火，保住中医的杨戬回退。但这个红 buff 还是被微博给保下来了。不过 AG 也是成功干扰了，没有给到小麦的公孙离。一诺是趁机点出了梦溪的一个被动啊，当时大帅帮他摸了一个小麦的闪电匕首，然后到了苍的身上，然后苍直接借着这一波直接把苏烈被动点出来了。这波袁坦找到了本体，砸进去，知道这波你是没有法天象地的。中义打出了3段大招，回头给个2控一下，自己被打到还是1丝血。是的，不过打残了打野之后，这波微博可以进到 AG 的红区了。刚刚是 AG 干扰了小麦拿红，那现在小麦直接拿了一诺的红。对。但一诺这个时候也是知道你对面你打进攻，我这波再去也没用，直接是把下路的2塔给推了。他也很清楚知道微博现在他们这套阵容的强度有多高，袁坦加苏烈，但是 AG 在换资源上真的是一点都不亏啊。对，又拿到了一条小暴君，主要是他换节奏的这个判断力很强。一下子就知道你要去干嘛，然后在知道对手要干嘛的时候，我先想好我这波到底守还是放。然后在放的过程当中，我要去做什么事情？你看现在人头比2比1，但两边其实已经博弈了好多波了。就单从刚刚那一波双红区来打来看，就是这样的。就微博对于红区的一个协防，协防完了之后立刻反攻 AG 的红区，而 AG 在自己的红区被反攻的同时，第一时间退出来，然后让自己的另外一条远端线让一诺去带，然后同时中义在退出红区之后，第一时间落位是往暴君口子落的。然后跟一诺2个人把这条龙给拿了。现在这10分钟龙团马上就要来了，这一诺还差一波线，可以补到破晓。胜场场均10分钟的分均经济，一诺是723，这局比赛已经超过了均值740。一诺在经济10分钟经济均值高于均值的情况下的胜率有88%以上。好，3件套都有了，无尽破晓加隐刃。10分钟的这条龙，都不想放，空挂3度长剑转起来，袁坦进人群，直接砸掉了一诺，暖阳强行跟一诺1换1。这条龙其实微博的人已经被赶走了，在人群里面只有暖阳1个人。但这也就是暖阳，暖阳现在在微博的一个表现上面，就是你只要给暖阳拿到第一滴血，暖阳就能把这个经济收益一直保持到10分钟的时候，然后再打团，通过团战对对方 C 位进行痛击。无论暖阳是玩到坛野还是野河，他都能打出这样的画面。有点过分了，这波确实有点夸张了，因为微博的人都已经被赶出龙坑口子，然后就只留了一个袁坦在人群里面。就是说的直白一点，暖阳的血条都被 AG 的人的血条挡着都看不见了，但他就在这人群里面，在顶着大帅空空儿大招的情况之下，强行换掉了一诺。这局比赛，微博拿到的3个击杀全部都是他拿的。所以啊 ，AG 的胜利要素是什么？一诺有钱带领节奏，围着他打，能赢。微博的胜利因素是暖阳这边拿下1血之后，保持住这个经济增长优势，然后团战的时候给予对方双 C 痛击。但在这种情况下，一诺和暖阳对调，得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就看是谁了。苏烈这一波直接拍到了3个人，但是他1个人这条吃起火被打出了被动，看有没有人可以点灯。公孙就在旁边，但是把伤害全部点到了傀儡的身上，最终梦溪还没扛住，被 AG 先行处理。而中路的话 ，AG 是留守了2个人去防住了微博3个人的推进。这波想法挺不错的，想趁着苍闪现没好去冲他一波，对，但是人数不够，只有2个人。
就是梦溪大招派完之后已经把自己耗干了，没有技能以后就只剩下小麦一个人，而空空儿的分身傀儡刚好在这个地方又干扰了小麦。最终在上路梦溪阵亡以后，这条10分钟的暗影暴君归属还是属于 AG。梦溪想做除暖阳之外第2个站出来的人，但显然考虑的还不够周到。但这局比赛我感觉第2个站出来的人应该就是双边了，就是2个边路和渲染，对，就他们俩了。因为从阵容结构上来讲的话，也只能是他们俩。这波夏洛特过来，想先出手，但是知道了集火，冲进去还是换掉了一诺。不过自己最终也倒了的，1换1，换掉了就阻止了 AG 的一个推进了啊。这局比赛微博的上野真的就像锋利的剑一样，直接去冲击 AG 的核心位置，而且 AG 的人保都保不住啊，很难保啊。这袁坦和夏洛特冲进去的话，你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在他俩冲进去之前把他们拦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这夏洛特在这个位置已经被看到了，都知道你这个状态的，只有半血的夏洛特。然后仓这波，他是一个2闪直接进去冲，但一诺是说这波是有闪的啊，有闪没交。他当时觉得这个伤害不够，因为最后终结他的那一下是苏烈的被动。对的，就硬切呀。这么打的话，感觉一诺要出守护者之铠了。因为这局比赛目前为止的话，就是子墨和暖阳能够直接威胁到他呀。对的，空空儿防都防不住，保都保不了。长生，这波吃到一条消耗，被甄姬弹得很难受。但大帅有星拳，给他续上来了。曹操被打出大招，苍穹也被打出来，闪现被打出来。自己有1技能跑掉吗？拉扯走了，反而子墨深入人群，最终被击杀。渲染残血逃生，勾作为推大进去之后想要换人，没有换掉，反而自己阵亡在人群里。这波微博有一些太想杀渲染了，因为看他那个血量一直保持在一个马上就要被切死的状态，然后太想追曹操，导致于自己那里直接吃了 AG 的集火，夏洛特先倒，然后公孙离的话后续跟进，又好像感觉自己走不了，想推进去再试试能不能换一个，发现也换不了，有点受到残血的诱惑的影响。那曹操这个英雄血量稀变性确实是很高的，开了大招之后身上还出了把末世，吸了关键的一口，然后活了下来。但是我们看得出来，两边确实是有对抗，对，是就2个对抗路都想站出来。但经济上差的其实是挺多的，在对抗路上面，对抗路上就要差2000块钱，然后中路位上也要差个1000多。但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当子墨和暖阳把巨大的压力给到了 AG 的主 C 之后，小麦这个点，目前他好像还没有什么压力。是的，小麦他得找更好的位置去打。对。首先，微博得想办法保小麦一个红 buff， 但 AG 似乎并不想给你，已经把红区视野给侵占住了。下路有一波龙，前排龙兵已经被清掉了，暗影之境放在了上路。看接下来的选择，因为外面还有个暗影暴君，AG 可以尝试的去压制一下，如果压制不了的话，回头就去打这条暴君了。如果硬上微博在高地的位置防守反击打赢了这一波团，那么外面这条暴君就是微博的。袁坦这一波吃到了一轮的爆发，自己没死，退了回来。而杨戬的法天降击被打了出来，上路的夏洛特这个位置，杨戬1技能狗道进到了防御塔下，但是实在是进不去。而旁边的公孙离一直在疯狂跟输出，打了一波长生的迎阵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打死，自己幻闪回到了高地。上路最终被微博把这条龙给清掉了 ，AG 还是没有能够破掉微博的高地，还是缺个红。这个红一直没有，然后出装上面，因为小麦这边是做的一个步降，它不是一个伤害拉满的状态，而且它是电刀，也不是隐刃，对，它后面还要进行一波装备的更新。对，谁是碗底的豆，谁是扣命的妖？但即便如此，一诺还是没有出防装啊。是的，一诺最近的比赛里面防装基本上不出的，就是把输出拉满。
他本身就是一个在打团或者是对线的时候距离感控制很好的一名选手。对，对方想要第一轮消耗打到他很难。其实我记得上一场 BO5 的话，他打狼队的那场比赛也是在中期，他的仓闪现突后排，是的，打出了画面。上路兵线进来之后 ，AG 破掉了微博的上高。 依旧是一个画面 AG 压制的局面，圆坦暖阳2个大招顶到，一个专注闪现往回退，然后回头再给个跳射反打暖阳的状态，最终将暖阳的圆坦给击杀，然后再开始逐日上去，又点了一波苏烈的血量。只有圆坦一个人切的话，现在已经切不掉了。是的，单一个圆坦只能逼一个闪现，复活甲穿在身上。 中下的双高也都破掉，3路高地全破。长生的嬴政给大招扫起来，恭喜被扫到了半血，杨戬一技能苟进去，终于3段大放完，打出了苏烈的被动，还在集火，攻击出来之后点伤害，但是不够点，苏烈被点起来，夏洛特进人群，打出了一个复活，但是自己扛不住，紫帽最终被长生给收掉。 不过把兵线给清掉了，不过中路还有一波线，下路还有一波线，3路的兵线再次进到了微博的水晶下方。微博这波暖阳复活出来，看能不能守得住。嬴政给大招全部扫到了暖阳的圆坦身上，上中下3线，微博依旧是守住了。公孙离这波换线过去，再点一下，点掉了长生，复活甲没有换出来，长生最终还是被小麦给偷掉了。公孙离出来之后再点，但是这个傀儡。 这波微博可以把左侧的视野给抢下来，挤出来，准备拿主宰。对，不想让 AG 拿这条龙。AG 想在夏洛特复活之前，直接给微博压力，进行一波4打4。杨戬一进去，把天象地触发，圆坦砸进人群，想找一诺的麻烦，但是被一诺拉开了距离，暖阳依旧没有成功切掉他，但是自己有状态退了回来。公孙离换了波伞，撤出之后可以借龙兵吸一波血，但是龙坑后草依旧是中意站住。 旁边大帅也在不断的给着龙坑的正面视野，接下来双方打野可能要拼逞了。杨戬这波看有没有技能，给个1技能，想进去吗？没进去，最终龙还是被暖阳拿到了。进去就算把龙抢到了，我感觉中意也是没了的。必死。对，夏洛特是已经赶过来了，而嬴政才从家里面刚刚出来，复活时间差上面还是限制了这波团战的。来回看一下这波龙团啊，这波高地团。对，这波的话，长生有些贪了，他贪了个1技能。 其实不用放着1技能，就直接一波大招扫完走，常人就不会死。对你已经没有兵线了。他那一个站位的靠前，直接被小麦给捕捉到了，然后被小麦打出这样一个吊点。其实你往回退的过程当中，你放一个那个E也是会打到兵线的，因为兵线往前走了。一诺蹲红背，又是暖阳先出手，把视野探出来。拿来吧您。 依旧是让长生去打前点消耗，这个红 buff 很关键，依旧没有给到公孙离，但是中意把惩交了。伏魔龙王刷新，上路曹操一直在给兵线压力，这波龙兵还没放啊，放到了上路，放到了远端线，缓解一波远端线的兵线压力啊。小麦又想抓机会。 但是没逐日，没红 buff。是的，感觉小麦可以换电刀了呀。我也感觉。我感觉这个电刀可以换掉了。曹理跟这个杨戬被苏烈2技能顶了一波，但是目前的伤害有点打不动，中意还是在扛。公孙离上去继续点，推大上去继续点，还要追吗？没有1了，打残了中意。缺个红 buff 啊！真的，这个红 buff 太影响了。 太影响公孙离对于前排的一个上路，看上路好像有点不让你回去的意思。一诺直接追击就堵着你，但是夏洛特已经回去了。曹操一个手不对，曹操这波包过来了，包过来的话就是一个多打少。看正面激活打圆坦，圆坦直接一个砸接一个2技能，再接一个大招退到队友的身边，嬴政回头反扫。暖阳被打到残血，夏洛特进场之后进攻关键滑一下，但是没有滑到关键目标，只能2技能退回来。劫富济。 这波的话，虽然苏烈掉了个被动，但看后续这公孙离红 buff 要刷了。如果能给小麦保住这个红，后面团战以小麦前面几波操作，这个局势可能会不太一样。对，苏烈把他顶出去，还想要继续骚扰。红 buff 终于来到了小麦公孙离的手中，这样的话长生就更加小心了。
其实这局比赛小麦盯长生这个点打了，盯得很死。我记得应该有3波啊。是的，小麦团战后，这把后期的一些团战画面上机会都抓得很好的。这波在左草的位置打起来，换了个复活。是的。 2打1，夏洛特没办法，那没办法，只能被追着打出复活甲，就看正面了。正面这一波也是微博的一个人多打人少，上路夏洛特看能撑多久了，最终还是被一诺给点死。但是上路和中路的兵线很好 ，AG 可以不用管正面的缩点回去来不及，一诺和大帅可以直接把家给推了，正面的团战胜负已经不重要了。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 哇，这一把比赛，整个前中期全部都是围绕着暖阳，围绕着一诺2个人在对位，在进行对抗，在对决。然后最后 AG 的选择是用了风暴龙王作为诱饵，